明星爆料大对决，好友互撕不讲情面。早就没有把他当朋友，没有，我等下再加码爆一个，你加码个屁！看他爆什么，我再要不要加料？好可怕！不要加他！他们私下竟是这种人，聊到什么拖什么，他就这样子来你看，然后这样子就又给我们看。他是一个超级恋爱脑，我好像就是这种人。你也是恋爱脑目录头，对。荧幕情人大暴走，陈志强招架不住。他控制狂已经夸张到一个境界，他叫老婆跟孙子道歉呢。这个是一个很有感情的故事，这不是爆料。可是这个只是之一，你知道他控制狂到，就比方说知悉明明就是还要补啊，还要补很多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晚安，你们好。陈哥，怎么样？在这集开场之前啊，是不是该给小妹我一点钱啊？是你该给我钱了吧？我整天听你抱怨老公，当你跟闺蜜之间的和事佬。我那个是照本宣科照稿演出，但这一集可不一样，哪里是好友爆料大会啊！今天呢，我们邀请到了3组好友，好不好？这些明星好友就要来考验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。究竟这些感情深厚、号称感情深厚的朋友，号称哦，能不能撑过今天这场腥风血雨的爆料大会？哎呦，欢迎他们出场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这边是木星、医生、陈志强，欢迎他们。来，接下来换我这边，董仔、杨森达、王宇杰。再来介绍我们的女王团队代表，人气新网红 Annie， 新生的人气阿 Q， 人气大王沙妹。谢谢，欢迎阿妹。我们这边呢都是好朋友，木星跟董仔，对吧？对，这是一国的。哦，是。医生跟杨森达是好朋友，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。陈志强跟王宇杰是也没什么悬念啊，就是刚好有空嘛，2个还是怎么样？我跟他可以算是7世夫妻。哇，7世！我只要跟他演戏，同档戏。一定不是男女朋友就是夫妻哦，所以2个已经认识超过15年以上，哎，刚好15年，15年哦，差不多，刚好15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呦，我们就一组一组来进行的是这个爆料超级猛，明星好友爆料大对决。好，明星好友抽签分成东西军，进行3回合爆料，由女王团与主持人评分，爆料最精彩的那一方获胜。刚刚我们知道这一组已经认识超过15年，对，你们呢？差不多。我刚算了一下，12。如果从2011开始算的，哦，2011年，对，哇，那13年，对。那你就先来爆他的料喽。是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大家应该知道，我们群人有拍那个超虾返场嘛。对。然后有一天呢，拍着拍着，他就突然跑进来，他就在，怎么办？这样子，而且手是遮这里哦。然后我们就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他说我的胸部被，那个时候还是我男友这样子，他说被你男友看到，被海莉看到了，然后就想说，这个女的是要多骚，胸部被看到多骚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她很骚了。原来是因为她那时候还在跳舞，她这边跳舞，然后那个洋装是平口的嘛，然后她跳着之后呢，然后她掉下，她觉得胸部凉凉的，她没发现，然后呢，海莉就还原东西吗？都她没贴，因为为了方便，因为我们要换很多套，也太方便了吧？然后呢，海莉那时候还在吃包子，她就这样吃一吃之后，她一咬完，然后一抬头。然后就那个奶就在那，他就这样，全场只有海莉看到。对，因为美术组我们在放饭，我们其他人在那边改装什么的，然后他还在那个绿幕前面练。就等于海莉一次看到3颗包子。嘴里吃的是包子，眼里看的也是包子。2颗，因为严格来说我是露半他露半截而已。对，然后好，有了这件事情之后呢，我就想说，好，没关系，这女的反正我已经知道她很调，而且那个时候是不想。她很调，对。她算是这群人的豪放女。是的，但是你看，像她今天。通常背面应该会有什么叉叉一条线，没有，她今天背面只有一条线。我看，哇，还晒黑，哇，你真的很愿意分享。只用胸贴，哦，我肩膀没有贴，我想说啊，上节目还是贴一下。
对，好，这样还不打紧哦。我们把时间再拉回前面一点点，我还在跟这个男朋友暧昧的时候，然后因为我们三花，我们去苏梅岛玩这样，然后就跟人家视讯嘛，跟海莉视讯这样。那个时候木星在干嘛？因为我们那时候他穿了一件睡衣啊，睡衣胸部有2颗爱心嘛，他就说来海莉，现在董仔对你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他的这样的时候，他正在激动。我没有注意到，他有抓紧，他说啊，然后又遮住这样挂掉电话，我就想说这是我暧昧的人，到底在干嘛？所以他没有意识。这样看，在其他男生眼里，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种邀请呢？不会哦，应该不会啊，因为她老公是把我当男生的，对。哦，长胸部的哥们是吧？对。通常这种关系最容易出事情的。对，傻傻的，对，所以你从来没有怀疑过他。我跟你说，反而这种就是喵来喵去的不担心，可是如果男生一直开他玩笑的那种才会吃醋。你说海莉这个人曾经也是开他玩笑。对，然后他有时候变脸，可是他变脸他又不会讲，他真的生气他也不会讲。然后我就跟海莉说：“你看不出来木星已经生气了吗？”哎呦那一种蛮危险的。有一次你生气的差别在哪里？就是没生气都是这样，那有生气的话就是这样。好，你要爆料他喜欢露点的这个人，还没完，还有啊，不止露点，刚刚是鸡突没露点。好，啊，对，有露点，第一个也有露点有露点。还有就是我们会有时候一票女生去人家家里嘛，我们就会去吃喝拉撒睡这样子，然后聊天啊，聊八卦。可是呢，我举例，我们女生就开始聊，你知道我最近去除毛？她说真的假的？她就把裤子脱下来，你看到像我这干衣这边有除，很干净吧？这样子。你说男生也在现场？女生我们全部对比基尼线。她说有，然后聊着，我们可能就说。啊，还有最近那个什么乳晕什么粉红色什么素什么的，然后他就这样子来你看，然后这样子就又给我们看这样子，然后就又只剩小可爱，他就是从头聊到什么脱什么，到最后大概应该就是只差点都遮住，然后就坐在人家沙发上，他很自在，他非常自在当自己家，而且去每个人家都喜欢洗澡。比如说我们去展龙家里住，他就说展龙我去你那个厕所洗澡哦，然后他来我家也来我家处理啊，他很爱来我家送他礼物啊。那目前洗到现在目前为止，谁家哪家好洗？前3名哦，英生家真的不错，好洗，浴缸又大。像你这样子的人多吗？我觉得应该是有，但是可能不多。对吧？你也算很豪放的，应该没有见过太多吧？没有，因为我顶多会借个厕所洗头，因为可能2、3天没洗或4、5天没洗会洗。顶多是吧？对，说到一起面。今天有洗，今天是香港。你们他没洗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他讲那藏他的故事。你老实老实说几天？女生不喜欢洗头啦，基本上是。可是这有分吧？如果他是去单身的朋友家，这样还好；但如果是已经有对象的，可能要小心，就不能想在人家家洗，就太会，对，也不至于说真的到任何家都洗嘛，不一定。对，几乎吧。有些界限还是要那个小心的。换边爆料，来，董仔呢，他现在就是已婚，然后看起来就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女强人。可是他以前呢，就是我们都会聊他是一个超级恋爱脑。为什么嘞？因为他以前就是多年前的前男友，就是我们都看得出来，他那个男朋友其实对他好像还好，就是有一个女人在身边的感觉就好的感觉，只是个附属品。对，然后呢，董仔就是对他就是他要什么董仔都会给他。然后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去出国玩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要跳海，一个一个跳，然后董仔就会说那个宝贝小心哦，你那个等下跳下去要小心哦。然后他的前男友说你不要叫我小心，你每次叫我小心我都会出事。然后我们旁边说，你这男朋友怎么会这样讲话？就是照理说应该要说好啊，他是乌鸦嘴吗？不是，我们先不管他有没有乌鸦，但是我是觉得男生不应该要这样讲，应该觉得女生很贴心，还安慰，还就是要保护我，对。然后他前男友讲完，然后就跳下去了，然后我就看董仔脸这样，然后下一个是他就也很可怜，就好委屈。跳海跟致敬不一样。没有，因为那个时候到可以一起出国的时候，也已经在一起5、6年了，然后我也是差不多5、6年，所以这5、6年是不是每一次你叫他小心，他真的都出事？有发生过一些事。有发生过一些事，不是，可是不是每一次。说吧，哪些事？的确是有一次，我
觉得车子要出来了，然后他骑那个挡车，然后结果我就说宝贝小心，然后就撞到了，吓到他了嘛？我好像吓到他了。哎，我们这样，然后自己在爆自己料。因为我们真的其实看不下去，但他就是一直醒不来，你知道吗？醒不来这样。然后就比如说我们那时候隔一天早上排片，看他当晚啊，比如说他工作结束后，他那个男友是在宜兰，对，他就会坐夜车，然后去宜兰找他，然后就跟他共度一晚后，然后隔天很早。比如说我们拍片要7点，那他是身为制片，他可能要5、6点就要到现场，他就在坐夜车这样又回来，然后工作。你是在丢鸡嘞？怎么会有夜？人肉快递耶！那个时候就很爱人肉快递，而且因为你知道吗？我如果晚上坐电车，那时候还住板桥，对。车费很贵，可是我如果从市政府到宜兰的话，只要120块的客运费。可是干嘛？你隔天一早还要工作，你为什么要？他就那时候很爱哦，我就鬼遮眼遮住了，被蒙蔽了，这样子。不是打不醒，真的打不醒。现在的你还是恋爱脑吗？现在就还是恋爱，但是就是比较更爱自己这样子。哎，对啊，应该的。来，2位，东军代表木星，请起立；西军代表董仔，请起立。好，这2个人，嘿，来准备 ，Annie， 请举牌。邵梅，哎呦，阿 Q， 你跟我说所以我们这边换我喽，换你喽，还有2票。我这边认为，哇塞，关键，哎，关键一票，把压力交给你了。自己的立场，有啊，都要人家来决定。哎，我很喜欢他，哎，我真的喜欢那边啊。然后啊，什么叫狼人后？我墙头草。啊，我真的喜欢那边呢，还可以吧？洗澡露点，小心一点哦。叫东跟西嘛，对不对？小心，小心一点哦，还是漏点的呢？好，漏一点哦。来，8亿，请举牌。漏点真的太这个了，哎，你先说，你为什么投东？因为我刚刚听完木星的故事，我好像就是这种人。他就是你也是，你也是，我就是很喜欢那个。他在我面前脱过衣服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太好了。我们认识18年，因为他跟我聊天聊，完全忘记我以前我们再过3年聊着就脱了，我就看我完全懂木星的那个感觉，就是看到一个肤色内衣，太自在了，然后很熟，然后就会不小心暴露自己的。但你也恋爱脑啊，你也一样跟他。他曾经跪在男朋友宿舍，他们2个人症状都在你身上。对啊，对，恋爱脑、目录狂，然后又是控制狂。所以你以前也当过人肉快递。对，有病，我就才是人力自主，然后充满自信的。你有这样的过去，我有这样的过去，我瞧不起你。真的可以瞧不起。好像是代表我长大，长大。我真的没有想到。对啊，好不像哦。但我会选这个爆料比较那个的原因，是因为董仔的感觉就是女强人，所以这种很反差，就是对反差感，所以会觉得这个故事会有冲突。哦，你反而这样子想，好，来邵阿妹。因为我觉得，如果朋友可以好到这样，就是在自己的暧昧对象面前，好朋友激突漏点还不 care，我觉得那真的是好感情。然后再来是，我也是个7天不洗会绑包头的人。那你现在是有洗头，所以放下来。你闻看看。然后女生的进阶就是前3天的话放头发，4、5天的时候戴帽子，7天过后绑包头。Yes， 大家有这个概念的，天都要回来了。对，7天过后都回来了。可是我觉得感情可以好到就那么的自在啊什么的，我觉得这个很难得，可以被讲出来，觉得是感情的。对，可以这样分享的。是真的感情好啦。你为什么投这边？因为我觉得这群人是我们从以前就是很敬仰的一个团队，然后他们光鲜亮丽。你要用敬仰这2个字。敬仰，对，真的是敬仰。他们那么光鲜亮丽，影片那么好看的同时，前一天居然有人恋爱脑到就是直接去宜兰，就是这个幕后的故事，我觉得很精彩。然后你想不到。对，觉得很特别，然后因为他就是很。对啊，我觉得反而加分，因为觉得就好像很好相处一样。对，你觉得他露点就是好吃的，我喜欢不会假装，不会假装。你为什么也跟我投这边？因为他对于他的爆料，
就是他抱他，我真的不会意外。哦，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就是他说的那种人。不太意外。对，但木星我真的会比较惊讶一点，吓到，有吓到。蛮酷的。应该这样讲，恋爱脑的人很多，是，但露得这么自在的人比较少。确实。所以大家洗澡是什么啦？如果今天爆料他，我也很意外啊，我会更意外。因为起码他不会穿肚兜啊，对不对？那是现在，他以前也是穿那边去。对，所以整个感觉，我觉得他抱你这个，我就很意外。对，这个，所以说整个像伊甸园走出来的人一样。来，恭喜希君1-0，恭喜。好，第2回合，来，因为这边赢，所以这边决定先讲后讲，就先讲好了。哎呦，先讲。你们两个有多熟？其实也是工作上，你们算不算是只是点头之交？没有，我们算是一个兄弟团。你要说你跟李毅是哥们兄弟的，我还相信。跟他，对，我跟李毅是很常出国玩，但是跟他是走那种文化深度之旅的。那如果是要就是这边是比较没文化，对，哎呀，没文化真可怕呀！哎呀，找乐子的话就是找森达他们这边。好，那你准备先来报。那这一次呢是那个康哥，就是他带队这样子。那我们呢就有我啊森达什么这样，就是大家都是男生，我们一定是那种团进团出嘛。我们什么行程都是一起这样子。康哥就说好，那他来打点，而且他说妥中康对，然后康哥说待会的这个晚餐很重要哦，因为他这个晚餐非常非常的难订。这个日本的老师傅非常注重就是客人来的礼仪这样子，所以绝对不能迟到这样。然后好，然后可是那个时候一看差不多剩1个小时啊，这个时候杨森达就跟我讲说，哎，医生，你等下帮我就是照一下这样。我说哈，怎么了这样？他说我身体不是很舒服，我刚刚好像就是那个肚子在痛，然后拉肚子这样子，我想要回那个饭店上厕所这样。我说到处都有厕所啊，而且日本的厕所那么干净。然后他说哦不行，我有那个就是厕所病这样子。你那饭店也才住个2-3天就已经认他了，对啊，他很快可以情定终身这样。然后我就说好吧，那你就去吧这样子。结果我就看那个时间那个已经越来越紧绷了这样。打电话给他不接，直接尿遁，人间蒸发这样子。当时的那个气温大概是10度还是8度，忘记，很冷，有点冷。然后康哥也没有带外套，他就站在那个寒风当中，然后就是一直吹，然后就一直说：“医生，森达什么时候回来？森达什么时候回来？”这样。有一个人没到齐就不能进去吗？就因为我们就想说，我们要大家一起就是共同进退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想说等到森达，而且那个时候森达跟我讲说他一定会在6点之前赶回来，所以我就想说再等也不会等过多久这样，结果一拖再拖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对，然后呢我就看到那个森达远远的，就是跑回来这样子，结果跑回来手上竟然给我提了2袋。就是那个免税购物袋的那个，就是那个退税的那个2袋这样子。然后我想说，你不是去上大号吗？对。然后他说用那个哦，没有啊，我就是上大号，然后回来之后我路过了那个免税店，我就稍微买了一下这样子。稍微买一下。结果害我们整团人在那个街头寒风当中在吹。结果有赶上那个预约吗？对。然后最惨的是，我们去的时候那一组预约的那个位置已经被人家就是用掉了。超过了大概40分钟，然后对日本人来说，这40分钟已经是久到哪里去？这样怎么跟康哥交代？那个压力很大，我觉得。然后后来康哥整个脸垮掉哦，好不像杨森达哦。对，整个行程都泡汤。你怎么敢做这个事情？对，如果说那一团没有妥中康，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有康哥在，那个压力超大的。怎么敢怎么样合理的解释？其实是这样子啦，来，就是我也真的有去上厕所，但是我想说那时候上完厕所之后。我太太就说：“哎，日本是不是有一个品牌，它有一个一个表带很难买到？那这件事情我就是一直默默的放在心里。那我就想说，那这样他们兄弟一些，还有康哥这些人，应该都不需要我照顾。他们这些人，然后我也跟他说，我等一下我会消失一阵子，然后我是刚好有点不舒服，然后其实我就是默默就我等一下这样子，我照你啊，照你。然后结果后来康哥问他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你为什么不直接跟康哥讲啊？不是因为康哥他订的餐厅都很棒，但是
我其实不是说美食主义或什么，然后但是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大家团进团出很好。可是我那时候跟我太太心中就有一个小默契，就是我想要帮她完成一个小礼物，这样。隔天也没有时间去买？没有，因为每一天都是早上大家就是睡到那个很晚的时间，然后大家再直接吃。那你就可以早上10点起来出去买啊。是。可是根本就起不来，也是。好，我等下再加码报一个，他为什么起不来？加码个屁！好兄弟翻脸内幕，全场暴动求证。去吃了一间拉面店，然后那个拉面店它的门口就放了一个，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女公仔，在街头上面就在抢着把那个公仔当做自己的女朋友这样。他也有抢着过去跟那个公仔那边拉。有没有公仔照片给我看一下？就可以早上10点起来出去买啊。是。可是根本就起不来，也是。好，我等下再加码报一个，他为什么起不来？加码个屁！我跟你说，但是我有跟他讲说，我不对啊，我不太可能会这样子。你如果等下 cover 的话，你们就先去。结果他就真的就是一群人追剧，然后就大家在那边等我。为什么不先进？你有讲先去。我有讲先去。我觉得你不应该托他转达这个事情。对。所以后来我就是好友名单里面，我就把他剔除。怎么会是你剔除他啦？所以今天这一集说好友来爆料，发你这个通告，你上得很无奈咯。其实是有点勉强，因为你没有想到我们会重台。对。你现在利用这机会想跟他切割就对了。我早就切割，你等下听我爆料他，我早就没有把他当朋友。好，没有好，那这个讲，我再加码报一个。他刚刚讲微醺嘛，就是我们早上起来，他用什么配早餐，你知道吗？用啤酒。哇！早上起来就开始啤酒了，中午开始清酒，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是 whisky。那我到晚上的时候因为我会克制自己嘛。你克制个屁！我拿的是问你好不好喝，你说这罐好喝我才拿，我拿你旁边那罐，我们2个是一起的，好不好？我会克制自己，因为你克制自己。等你先等一下，他先讲，你讲。因为我知道，尽量他讲完的时候，你再一起说放屁，不要说东西放屁，你放屁。来，他刚讲说，我们到晚上6、7点的时候，我还只是微醺的状态，对不对？他到晚上6、7点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快要不行了。这样，我们最后一拖已经是就是大概喝到1点吧。1点已经他整个已经是那种僵尸状态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我们回不了饭店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去吃了一间拉面店，然后那个拉面店它的门口就放了一个，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女公仔假人，然后捧着一碗拉面这样，然后醉到在街头上面就在抢着把那个公仔当做自己的女朋友这样。真的啦！然后他这边有掰吗？他有掰我们？他这个整个故事全部都是假的。是真的啦！我们那一天好像没有人是清醒的，但是他也有抢着过去跟那公仔那边拉。我跟豆哥说，这个很多人在听，你不要是真的假的，有没有那公仔照片给我看一下？他那边说他拉我，公仔，他是在排队，他说你们2个弄完我也要，然后他自己抢了。好，等一下，现在到底是公仔多正，还是你们有多醉？这2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厘清啊？其实说真的，因为我说到后来为什么吃什么东西已经不重要，到最后吃什么东西其实都在马桶里面，因为我们整个回忆其实我们就是一去的时候是清醒，接下来就是完全会马桶，早喝到晚哦。对，超醉的话，我怎么可能还独立去百货公司买好我太太要的东西，然后把它免税？对，那个东西是很缜密的规划。不是缜密，那是一种罪恶感出来。你发现你竟然，我杨森达跟着几个兄弟哥们，在康哥的带领之下，来一段极乐东京。然后每一天极醉而已，每一天都在上演最后大丈夫，然后就发现，哎呦，不对，我是不是答应了？啊，对，我要帮你是这样子，是罪恶感，你必须在回台湾之前脱队，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先这样，换你抱他，我抱他。刚才听完就是他的发言，就知道就是他私下是蛮脏的嘛。但是我讲的我是洁癖
癖的人，那个是行为上，然后大家也知道我认马桶或什么，就是我对于干净是有一定程度的要求。交友圈也是认识他之后，我交友圈也开始做一些清洁。那时候去就知道他其实蛮阳光的哦。我前面先帮你捅一点，就是他蛮阳光，他私下会去做一些冲浪啊、滑板，然后他其实对看不出来，他在观众心中永远就是一个那种撞鬼的那种病弱少年，整个人那就是对，就是经过他你会觉得奇怪，怎么好像肩膀重重，背脊发凉。后来呢，就是因为去那边很醉嘛，我那时候还没有看清楚这个人，我就说，哎，那不然有机会我去花莲找你，我想知道一下你那个东西。后来他就说好，没问题，来，你来花莲我处理。然后后来我就去，然后我就去他家，一进他家，哎呦，怎么好像有那种到那种地窖的那种凉凉的那种，然后然后我就去他那个房间，他房间可怕。他房间，他们整个家也就大概就只有2个对外窗，小小的，上面还贴报纸把它贴，然后那个光线照进来都是那种蓝蓝暗暗的这样，然后他就说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这间感觉很阴哦，然后一回头他就这样阴阴的对我笑说，对，今天你睡这一间哦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好，我就先看一下这个人到底在玩什么把戏。然后他那时候他就说，我就说，那你这个为什么要贴这个？是破掉吗？什么？他说不是，他是晒到太阳，他会觉得有点不舒服。他那时候会觉得就是照到阳光会头晕。刺眼呐，是这样会睡。我就觉得他这个人磁场很怪，他也没有什么待客之道。然后就旁边一个罐子说，森达，你那个水你要弄就自己拿这样。然后我也不敢拿，但半夜我又很渴。因为他整个家找不到那种任何有水的地方的痕迹，我就往那个床底下这样一掏，哎，真的有矿泉水，剩半罐。那半罐这时候我想说没关系，好朋友，我就挡一口也 OK。结果后来一打开，听到那有气，是汽水吗？然后那昏暗的光线一看是茶类的东西有气，然后喝了半罐，发酵了，突然一股超浓的尿骚味。尿骚味直接哇！然后我就然后我这样一照，然后底下就有一些那种奇怪的漂浮物，然后我就往床底下一看，床底下不止那一罐，还有大概3罐4罐都是那种尿半罐。然后白天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哇，这个地方好像不能待，我就说你那床底下什么鬼？他就说你看到了。我想说你不会发现，然后从那天开始。我就没有再打给他过，就是那一趟花莲之行离开之后，基本上就是断绝联络。那今天发你们一起，为什么还要上啊？没有，就是把话说清楚，不然他一直以为你就要让大家知道你们失联的原因。对。Eason 诡异习惯竟是这样养成的。准备要入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又会有尿意，我就觉得说是上天要跟我作对这件事情。我想说好啊，那我就跟你拼了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准备了空罐子，然后我只要稍微一有尿意的时候，我就想尿完。可是你也不行，就把它丢在床底下，这样我就会觉得说我战胜了这样。你目前我还没有听到你放屁这几个字，所以他说的都是真的。就是客观吧。其实那个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膀胱比较小还是什么的，我明明就是已经睡觉前的时候，我都会我很遵从就是我们该有的那个礼仪，这样就是睡觉前要先把尿干净嘛，然后再好好的睡嘛。可是我就觉得老天爷在跟我作对，因为每当我去尿完尿以后回来正要就是准备要入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又会有尿意。所以我就这样反复3、4次，我就觉得说是上天要跟我作对这件事情。我想说好啊，那我就跟你拼了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准备了空罐子，然后我只要稍微一有尿意的时候，我就想尿完然后睡起来。那你隔天不清理一下，倒掉啊？没有，因为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夜壶，你可以拿夜壶也比较好放吧。因为我那个洞那么小，你放得进去哦。你想不到他对那个瓶口没有难度吧？没有难度，真的而且我可以在黑夜之中不开灯的状态下，我已经练就到就是我可以自己找到那个一定有撒到其他地方，一定有。完全没有，你怎么可以把这件事讲那么专业？对，我就是你解释没有比较好。我都是
是滴水不漏的，我连瓶盖都不会沾湿，然后地板都干干净净，我都收得好好的。不清就把它丢在床底下。那这个也是，因为他就是想要让我麻烦嘛，老天爷就是想要让我麻烦，就是想要让我就是尿一瓶倒一瓶，尿一瓶倒一瓶，哪有那么好的事情？我偏偏就是要，就是当我想要做这件事情一次整理的时候，再一次弄，这样我就会觉得说我战胜了这样。我们可以准备举牌了。来，2位东君医生，请起立。西君杨森达，请起立。来，现在准备。Annie， 请投票。哎呦，都是他哎，他抱他，你觉得？对，我知道。好，邵阿妹，请投票。一定是这个。阿 Q， 请。我很怪。哎，你也选东。哎呦。有，又是关键性。2比2，巴玉准备关键的一票，请投票。怎么会？对，怎么会？导航了，因为他爆料他那些，我居然都不意外。哦，你不意外？意外吧？没人不意外吧？现场？不是，应该眼睛没瞎的。他讲他的故事是觉得恶心，但是就是他。对，因为他讲爆料不意外。对，对，我懂了，对，很合理。可是，你们有没有？因为我没想恶心成这样。有啊，不是好，Annie，为什么投给这边？主要是刚刚我觉得医生就是感觉真的好像很可怜。听完整个故事，然后就觉得他没有忠实的传达杨森达的困境，然后让大家没吃到那一餐呢。其实他也是共犯，你知道？对，可是这是杨森达自己也要有那个尺度啊，而且他刚刚做了一个很关键的技巧，他用了包装帮老婆买这些事情去掩盖刚刚的事件，合理化了，就让我们觉得他好像真的是因为老婆，所以这样变成这件事情。可能因为我就觉得他一向很阳光，但我知道他有在主持灵异节目每一种，难得觉得他阳光。没有，因为我们有录过当晚的节目嘛，可我没有想到说一个人的尿居然可以储存到这么久，真的是有点讶异。那一阵子比较忙啊，因为我觉得他去到那个环境、那个家里面会有那样的行为跟那样的环境，我觉得是超级合理的，我觉得不太算爆料，对，都合理哦。对，然后可是因为杨森达那个是一个我觉得人品的问题，对，他平常把自己讲太好了，他是他爆料他的习惯不好，对，他爆料他是他人品有问题，我觉得人品人设的问题，因为他面对的只有杨森达一个人，可是杨森达的迟到是面对了4-5个人，我觉得这个是很糟糕的，而且又还想 PUA 我们，你们真的是同学，对，你们真的是同学，太假了，那一阵子只是女朋友而已，现在就变老婆了。再恭喜东君获胜。这样也好，1比1战成平手。第3 round， 哇，王宇杰一样是参赢的东君，你要先讲后讲。我要后讲，看他爆什么，我再要不要加料。好。沈志强，请开始。好可怕！快死了！不要吓他！怎么了吗？不要吓他！不要吓他！太远了，还好，很远。来，陈志强，请开始。跟他工作的过程当中，大家都一定都要知道他最认真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叫减肥。他超级爱减肥。我刚不是在录影前不是有问说，你那个减肥代言结束了吗？因为我怕会得罪那个代言人。他根本没有在减肥，很好啊。王宇杰没有在减吗？天哪！他说他要做，对啊。但是比如说我们每次剧组在放饭的时候，便当，你减肥你会吃便当吗？淀粉不会吧？吃菜吧？对啊，不会吃饭，他会吃光。然后我说王宇杰，你不是要减肥吗？你还连饭都吃完？他说，阿 Q，你知道我现在
我这3天就吃这一餐而已，我不吃我没有，我会饿。所以对，辛苦了，这拍8点档很累，累，要有点体力，累。对，不然记不到台词。对，好，然后每次到放饭的时候，我就看他都会吃便当，其实我都带着那种怜悯，觉得辛苦。然后呢，直到有一天，那时候我们在友台拍戏，我的车子呢，是那时候停在外面的停车格。那友台旁边有一个麦当劳，有得来速的那一种的。经过那个得来速，我就看到，那车子好眼熟，好像王宇杰的车子，白色的。那不就是王宇杰的车吗？我就一时兴起，我就靠过去，我想说他到底是买什么东西？这个时间，好啊，那你要原味还是辣味？他不知道我在拍他，我偷偷过去。吃什么？什么？6块麦克鸡？这个。吓到！我想怎么？那个我不敢点了吧？6块的。6块什么？有优惠券吗？有优惠券吗？它是哪一种的那种？我有的是另外一种很像那个券。那个麦块鸡是有。他在讲什么？你看店员都面骂会计谁？那你问我，我就以为有。所以你要加购6块7块。对，加购。对。 OK。好，还好点吗？没有，就这样子，谢谢。鸡块又不是炸鸡。是最后一个窗口要了。好，谢谢。分享盒一人吃，分享盒奇怪，分享餐不是1人份哦，那至少是2人份哦，然后他再加点什么麦块鸡，他再加点6块麦块鸡，骂会计。等下我请问一下是几点？半夜1点。早餐过了12点，那是我的早餐，可以吧？那都是你的吗？你们这样算？是那都是你的。一个人吃的吗？应该是跟我男朋友。没有。我还问你说你是不是跟男朋友一起吃？你说没有，那我一个人吃。荧幕情人大暴走，陈志强招架不住。他控制狂已经夸张到一个境界，他叫老婆跟政府道歉呢。这个是一个很有感情的故事，这不是爆料。可是这个只是之一，你知道他控制狂到就比方说知心明明就是还要补啊，还有补很多。我还问你说你是不是跟男朋友一起吃？你说没有，那我一个人吃。一盒便当对我来说已经减肥，因为我大部分平时吃2人份，我老实说，然后我觉得吃炸鸡是减肥，因为它是肉。至少是原型食物。对，然后但我是的确很极端，我真的每一天都想减肥，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一定要减肥，因为我每天都没在减肥，所以我每天都在减肥。Always tomorrow， 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这其实遭殃的人是我，为什么那么在意他的体重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他拍戏，我没有演。不是情侣就是夫妻，不然就是那种杀得你死我活的那种3人关系，你知道？我都很多时候是不，他躺在地上，我要把他抱起来。我懂。我每几集我就要帮他称重。你知道那个？我现在其实你知道腰开始有点不好，是因为他。我如果现在在跟他拍那种戏的话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整个你有办法相信说我可以这样？他躺在地上，他是瘫着的哦。手是没有，就他晕倒了。他没有帮忙，没有，他没有出力的。我要从地上这样，从他这样子抱起来。好伤！我那时候真的有那种好像在比奥运的感觉。那镜头在拍，全国都在看，我还不能那种，对，全国都，我还不能那种。你不能很吃力。尤其你完了不？要看起来轻松。很重，而且要从地上抱起来。他明明是一个人，不能搬得跟瓦斯桶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每次一喊开，我说王宇杰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减肥啊？我只能说，我跟你讲，那你就是中看不中用。你躺在这边，你请曾国城抱抱看。张刚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这么做，我怕你受伤，你会告我。
我跟你讲，翁哥，你知道翁佳明，翁哥他可以一手把我抬起来。从那个之后，我觉得原来我很轻，所以我可以多吃。然后，但是每一个为什么其他的男生，老实说，如果抱很久，像他好像我抱过我，没多久就开始你被抱不是要昏，就会开始感觉抖。但我老实说，因为我要减肥，我就是要么就是减，要么就是吃，我没有中间，所以我的体重都是8公斤跑。哦，上或下都是我就是8公斤，太极端了。对我来说，人生就是要吃，可是你要演小三，你真的要瘦。没有，心灵姐最近就是很突出的小三。对啊，但是就是我看角色真的要我瘦，我就会瘦。然后如果是比方说真的要状况好，我就会瘦下来。但我需要一个就是动力。那是报复性饮食。然后我开心也吃，然后不开心也吃。好，可以不要再讲，我知道。好 ，OK。换你抱他。哦，好，好来了。陈志强，你们都知道他很大男人主义，对不对？大概知道，一定会控制狂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他控制狂已经夸张到一个境界。有一天呢，就我们在化妆，画一画，我就看到志熙就心情很差。我说：“哎，阿强嘞？”他说：“刚刚我跟他吵架，然后好像把他的车那个钥匙弄断了。然后怎么办？我想说。”完了，死了，要被骂了。他就志熙就直接跳车叫计程车就去化妆了。好，没多久呢，我们就想哦，那阿强待会儿应该会很生气吧？果然他就进来了，很生气。你刚刚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你知道让大白很难过，你要不要跟大白道歉？然后我想说大白是谁？是不是有一个长辈，有一个阿伯还是什么在车上，可能让他难看这样子？他说对不起嘛，你不要跟我对不起，你跟大白都对不起。我就看到志熙走，我们就很好奇，有几个人好奇，就跟着，就到了那个停车场，他就站到车前面说大白对不起，这样子哎。车子是白色的。他要跟大白是车子。道歉呢，他叫老婆跟车子道歉呢。好，然后好了，我说你这个太夸张了吧？这个我来解释。好，你讲。起源是因为呢，我那台车我那时候已经订了一台新车，那台车呢我要牵去车行，当天就是下午我要牵去车行卖掉了。那是最后一次我开着那台大白载志熙去上班，我跟志熙在一起的时候是开这台车，所以这台车对我们来说有很多的回忆跟故事。但是好死不死那一次我们在去电视台的路上刚好塞车，然后志熙又快迟到，他就在车上有点情绪。我说你不要有情绪，塞车。我们就在车上有点争吵，我就说你不要吵，我就车就停下来，你再继续念我就不开。他就生气了，他就一气呢，他就把那个钥匙，因为我那个是旧式的，还要插钥匙孔的，他就把那个钥匙就不小心给掰断了，对，就卡在里面了。他不知道怎么转的，他就把那个一个手劲把那个钥匙整个碎掉，那个壳都掉了，所有的回忆都碎了，我心真的碎了。你还在那边加油，注解下的非常的好，是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，我不是心里想，我讲出来，我就看着他，我眼泪差点滴下来，我说这是大白最后一次执行他的任务，要送你去上班，他下午就要离开我们了，你怎么？他就哭了，我也真的有点难过，因为我很秀景的人，我就觉得默默的把那个钥匙这边组装，然后他也看着我那边组装，他就不说话了，他就门开着下去，他就拦了计程车，他就先去了电视台。后来呢，那钥匙装好了，我没事，我就开着车到了电视台，他看到我，他就跟我说对不起，我说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，你去跟大白说对不起。他们旁边的人，其实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我自己心里也觉得，旁边都是化妆师、演员在旁边准备 stand by， 然后全部人就大白是谁？对，我下去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跟在后面拍照，想说哦，原来是跟台车在道歉。这个故事是这样。我觉得叫一台车还鞠躬嘞。这个是一个很有感情的故事，这不是爆料。可是这个只是之一，你知道他控制狂到就比方说知悉明明就是还要补啊，还要补很多。好友爆料最终战，王宇杰在下猛药。他很黏窒息，半夜大概10点，他就好像很慌张。我说你怎么了？我现在要赶快去找阿强，他在哪里？他在高雄啊！跟我一样，我听懂了，是不是？可以投票了，一定是东啦。
你知道他控制狂到，就比方说知悉明明就是还要补啊，还要补很多，就是他一般来说你应该会觉得就是知悉比较黏他，对不对？但其实是他很黏知悉，就是他去干嘛一定要叫知悉过来，明明知悉在拍8点档，他很累，半夜大概10点他就好像很慌张。我说你怎么了？我现在要赶快去找阿强，他在哪里？他在高雄啊。早上就是再回来，然后赶大概中午、下午的班，就是跟我一样，我懂了，我听懂了，是不是？而且陈志强很怪，只要知悉来啊，他变得很会表演，唱歌都会很嗨，因为知悉是他的 No.1 fan， 你说什么，真的就是情绪价值满，所以知悉在就是他就整个人都不一样。这是不是一个很幸福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很 Q 哎，可以投票了。东西军代表请起立。一定是东啦。Annie 准备，请举牌。哎呦，邵阿妹请举牌。阿 QQ 请举牌。哇，好难，要来了。关键哦！我不是墙头草，我真的觉得有影片辅助真的太感人了，因为一般人看不到这种抓到现场活逮。对，关键性的最后一票决定东西军谁获胜。8亿，请举牌。很特别，你们男生都选 C， 真的对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真的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同理那个女生吃饭的问题。对啊，减肥真的好辛苦，这只是年轻可爱的一对啊，面。先吃东西才有力气减肥，哪算什么爆料？对，还好。邵阿妹，因为我觉得周雨洁本来很可爱之外，然后真的是她讲的是另外一面我们不认识的。对，你真的以为是女生比较黏男生，我的感觉，但没想到其实是男生黏女生。我刚听到这个我也有点意外，我很意外，没出息的东西。我原本想说强哥在那个亲了什么，可他讲完那一段故事，我觉得好感动。我非常能理解，就是一台车子的一个回忆，然后坏了这样子。然后因为雨洁感觉是在狡辩，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他要减肥，代表说这件事情都是这样子的，对，代表说这件事情大家都认为他要减肥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没有执行啊。对，这料爆得很好。对，把王雨洁的真相露出来。我只是抓到那一次而已，你要不好几次我没抓到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对，恭喜东军获胜，请起立。东军请出列，来，我们要颁红包。红包颁奏乐。手上没尿吧？然后对镜头笑，对镜头笑。对，好，来第二位。来第二位，对镜头笑，来。好，第3位。来，对镜头笑，来笑。好，3位请回，谢谢。恭喜！哇，今天真的笑料也有，惊悚也有，感动也有，感动的、心动的，画面都有。真正的朋友就是他知道你所有的脆弱跟不完美，他还是选择站在你的身边，陪你走下去。没错，一起走过岁月，那就是最难得的友谊。真的，所以祝福大家每一段真挚的友谊都可以历久弥新，成为彼此最温暖的力量。希望你们好一辈子，你不要看人家拿了红包就眼红哦，不需要。很需要，希望你们像演艺工作一样，一直都这么红，好不好？好，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 ，See you， 拜拜。谢谢。快订阅未来中国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特别感谢桂格植物蛋白燕麦奶。